和最好的兄弟合伙创业开火锅店，开到第10家连锁店，年盈利1000万以上之时，他却甩给我一份散伙合同和5万块钱，说你不过是拍视频，每天直播一下而已，其余的事情都是我干的，咱们好聚好散。好，我二话没说，拿起合同签字离开。他以为我没用，觉得全是他一人的功劳。殊不知我拿着这笔钱找了一个荒凉便宜的商业街，开了一个火锅店。1年后，我店铺爆火，成为网红店铺，登顶第1，连开5家连锁。他却店铺倒闭，沦为乞丐，跪到我面前求我原谅。阿闯，兄弟，我已经对得住你了。你不过是拍视频，每天直播一下而已，其余的事情都是我干。3年时间，要不是我费力宣传推广，每天熬夜剪辑视频想点子，根本就不会来这么多顾客。在他嘴里却变得如此轻松。好，我抬头和他对视，拿过合同简单的扫了一眼，快速签字离开。好兄弟拍拍我的肩膀，嗤笑了声。以后你来我火锅店吃火锅，我给你打8折。我拿着合同离开，身后却响起细碎的声音。老板，你早就该和他散伙了。火锅店秘方是你的，请人干活的人是你，就是他凭什么嚷嚷几句就和你分红？他这种活是个人都能干。老板，你对他已经够仁义了。听着身后响起的声音，我却什么都没做。记得3年前，李斌兴冲冲找到我，说他爸当年做餐饮留下了一个火锅秘方，问我有没有兴趣和他一起创业。那时候我正在一家新媒体行业上班，并且干得还不错。李斌劝我说，我有秘方还不错啊，你会营销，现在短视频推广是蓝海，我们兄弟合作一定所向无敌，到时候还不赚死啊。打工一辈子没有出路的，男人就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份事业。李斌的这话算是成功刺激到了我，让我燃起了斗志。我毅然决然地辞职，跟着李斌一起合伙。刚开始第1家店的时候，生意其实并不太好，但是我每天都孜孜不倦地想点子、策划方案。那时候李斌就一直捣鼓着秘方，让火锅的味道更好。终于皇天不负苦心，一条短视频爆了，我们火锅店的生意立即被盘活了。我接下来一直按照这种风格拍视频，随着爆火的视频越来越多，客流量越来越大，生意也越来越好。第1年他就扩张了3个店，年底分红的时候只给我结算了不到4万钱的工资，可这些工资我连买设备都不够。到了第2年、第3年，店子已经开到了第10家连锁店，年盈利1000万以上的时候，他却和我提出了散伙。按照李斌自己说的，他对得住我，没有亏待我。当听到他连这种话也能说出口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们这份兄弟的感情已经到了尽头。我走的时候，除了拿了5万块钱，连公司账号都没有拿走，上面也有大几10万粉丝。他说出镜的人是他，账号就应该是他的，他什么都想要，将我3年付出的成功吃干抹净。今天火锅店分红，你分到多少钱？才5万块钱吗？你们可是10家火锅店，每天生意那么火爆，怎么可能才这么点钱？是不是搞错了？老婆，我对不起你。这李斌太欺负人了，不行，我得找他要个说法。我们当初没签正式的合同，去找他也没用。老婆，我想自己干。傻愣着做什么？你要自己干，我绝对支持你。这里面有10万块钱。多谢你，老婆。咱们夫妻就别说这些客套话。有了妻子的支持，我开始放手去干。我知道做餐饮味道固然重要，但除却味道，服务和营销也十分重要。
我这些年所有的存款，加上老婆给我的钱不过30万，这几乎是我所有的钱。我需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我花了3天的时间，跑遍了全市好的地段，我租不起，经费不够，最后在一处破败的商圈里，我租下了一间门面。这地方的商家几乎都跑光了。当我选中这一处地方的时候，房东咧嘴笑着，甚至直接说给我免1个月房租，房租也打8折，每个月只要4000块钱。4000块钱租100多平方的商铺，着实划算。此刻我脑子十分清晰，李斌无非就是吃定他自己有秘方，现在又开了10家连锁店，觉得自己有资本了，就开始卸磨杀驴。或许从一开始他就已经开始算计我，他对营销这方面一窍不通。等我将一切都搞起来后，他彻底将我甩开。我心中憋着口气，总想着要和李斌算清楚这笔账，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和老板敲定合同后，我开始着手跑营业执照。等将营业执照也弄好后，我开始熬夜做设计图，毕竟能省一点是一点。这期间，李斌给我来了电话，说他的第11家店马上开业，让我过去捧场。阿闯，你应该不会拒绝我吧？你要是拒绝我，可就真不把我当兄弟了。我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，兄弟这2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，怎么如此可笑？那行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到时候你来给我剪彩。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老公，这李斌欺人太甚，他这是故意的。没事，他喜欢装，我们就陪着他装一下又何妨啊？开业那天，武士队都来了好几家，敲锣打鼓，搞得十分热闹。阿闯，你看我这家店怎么样？够气派吧？我告诉你，前后我装修总共投资了2000万。我进入店内看了下，装修的确很是高级，看着不像是火锅店，倒像是那种5星级打卡点，花费的确不菲。接下来我打算3年之内扩张到100家店，到时候你和弟妹要是想过来上班，我每个月给你开1万的工资。他说着话哈哈哈大笑起来，我敷衍的笑了几声，拳头却握得更紧，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都落入他的手中，心中的怒火不断的燃烧着。很快到了剪彩的环节，李斌一把推开我。不好意思啊，阿闯，剪彩的人够了，咱们是兄弟，就不照顾你了。你应该不会生气吧？我平静地说道，不会。丢下这句话，我喊上妻子转身离开。我握紧了妻子的手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将失去的一切都拿回来。我转头就拨通了一个号码，电话打通后，那边传来王师傅的声音。阿闯，你就不要劝我了，我离开你们店和你没关系，李斌那就是一个畜生。王师傅对李斌的怨气很大，他从开始就跟着李斌当厨师。可3年过去，王师傅和李斌提出要涨点工资。你不过是一个火锅师傅，配方是老子的，你还敢和我提涨工资？立马给老子滚蛋！王师傅说狗屁秘方根本不值一提，最后他气不过，当场离职走人。这3年，李斌开上了豪车，住上了豪宅，可跟着他的人没有一个讨到好处的。不是李斌找你，是我找你。阿冲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将自己的事情大概说了一遍，还承诺给王师傅涨工资。王师傅说我仁义，涨工资的事情先算了，但你想干李斌的孙子，我绝对支持你。等火锅店做起来后，再涨工资不迟。和王师傅约好后，施工队也入场了。而在这期间，我已经开始营销自己的账号，这些事情我都做过，现在等于重新做一遍。大概营销了1周，我的账号就有了一些起色。这期间，店子里的每一处装修我都是盯着的。至于设备，都是王师傅给我找的2手设备，我尽力节省成本。每天起早贪黑，我心中憋着口气。王师傅也是如此，而李斌则是每天朋友圈醉生梦死，到处旅游，国内国外都去了，身边的女孩子也是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发的文字也都是一些毒鸡汤，说他创业的艰辛。至于他那个几10万粉丝的短视频账号，我走了之后，他找人重新接手，每天都更新店子里的内容。终于在忙活1个月后，我的店子基本上都装修好了，现在只是剩下收拾，1周后就可以开业了。我此刻站在店子内，看着屋内的每一处细节。我曾经以为和李斌一起干，他的那些店子也有我份，后来我才醒悟，我只是被彻头彻尾压榨的那个。我深吸口气，自己等的那天终于是来了。王师傅这时候对我说，阿闯，你该招服务员了。我应声答应，着手招服务员。1个星期，所有的人员都到齐全。开业的那天，我将妻子给喊过来亲自剪彩。
妻子拉着我的手给我鼓劲。火锅锅底的味道我也都试过了，王师傅说绝对有把握超过李斌的店子的味道，我也绝对没什么大问题。现在只剩下客源问题，因为我之前就有营销宣传，开业的第一天店子里就爆火了。我知道这一天很重要，所有来店的顾客一律全部打5折。要是味道不行，到时候肯定也是留不住顾客。营销和味道缺一不可。当天我们直接忙活到1点钟才歇业，生意好到爆炸。吃过的顾客都说味道不错，还会来第2次。尽管5折营业，当天的营业额还是冲到了5万块。5万块，除却所有的成本，我还可以赚1-2万，这利润相当可观。我将消息告诉了妻子，妻子也替我高兴，但却不忘记提醒我，让我千万不要骄傲，踏实做事，服务好顾客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。我点点头，好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，每天都有排队的顾客，我账号的粉丝也多了很多。3个月过去，我给王师傅的工资直接翻倍，服务员也都给了奖金。王师傅笑得咧嘴，不少排队的顾客都呼吁我，老板赶快开分店吧，不然我们每天都排队。是啊，这种情况之下的确可以开分店了，但我觉得时机还不成熟，可以再等等。也是这天忙完后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李斌打来的。阿闯，最近有一家爆火的火锅店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不知道这家味道怎么样？不然我请你去试试味道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想试试，我在店里等你。半小时后，李斌出现在我店门口。等看到我穿着火锅店工服的时候，他面色显然变了，变得有些难堪，嘴角也开始抽搐了起来。阿闯，这家店是你开的？没错，是我开的。我的回答让他面色更加难看，他眼神里充满着愤怒、嫉妒，甚至有些震惊的情绪在里面。或许在他心里，我就活该一直被他压一头。只可惜我也不甘平凡，不甘被他羞辱嘲讽，不甘被他踩在脚下放肆嘲笑。李斌，以后咱们公平竞争，各凭本事。陈长，你凭什么跟我斗？就凭你租下的这个垃圾地方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做火锅店靠的不是流量，而是口碑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秘方，你有什么？你觉得你拿什么我拼？那就往下看。我没有心情和他争论什么，口水之争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往下看，我现在10多家店，你才1家店，我账号有几10万粉丝，我有秘方，无论从哪一点来看，你都将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到时候店子倒闭，你可别干得我眼睛去求我。你说完了吗？还要吃火锅吗？不吃的话，我们今天的营业就结束了。李斌转身离开，坐上豪车，一脚油门直接离开。王师傅这时候拎着菜刀冲出来，听说李斌的粉碎了，人在哪里？敢来这里闹事，老子不剁掉头啊！人走了，算他跑得快，不然我没他好果子吃。回去后的李斌显然是想应对的方法，很快就在短视频号上发布了店子搞店庆活动，一律5折。我知道李斌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针对我的，他朋友圈还配文，有些人简直是忘恩负义，对待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就不能仁慈。某些人还想凭借一家破火锅店翻身，真是可笑至极！哈哈哈哈哈！我看到这条朋友圈，只是冷然一笑。我知道他说的是我，可论忘恩负义，我想谁都有资格说出这样一番话，唯独他没有资格说出这种话。不过也对，像他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错了，只会觉得全天下的人都对不起他。当然，他做他的，我做我的。市场这么大，也不是我们2家能吃得完的。对于李斌发的内容，我完全没理会。我专注自己的火锅店。半年之后，我们的第2家店开业了。这次选的位置比之前要好不少，这样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名气更响，而是为了不让顾客跑这么远。开业的当天，生意照样火爆。王师傅已经成了我们火锅店的总厨，忙前忙后，将第2家店子的生意也是照顾得井井有条，味道上没有出丝毫的差错，所以回头顾客的数量居高不下。而我账号的粉丝也在半年后直接突破了50万，这50万全部是活粉，不少粉丝是从外地过来的，都纷纷留言，希望我们的火锅店能开到外地，说我们火锅店不止味道好，服务态度还很好，价格也不贵，和某捞服务差不多，价格却不到一半，是大学生必选的火锅店。不到1年，我们就登上了必吃榜，成为了网红火锅店。我的账号也如期突破了100万粉丝，而李斌那边我留下的账号粉丝不止没有上涨，还往下跌了不少。
李斌为了针对我，经常在视频号上发一些个人出镜的视频，这些视频都是说我的，说我对不住他，从他店子里离开，立马开火锅店背刺他，还说我火锅店现在能做起来，全是因为我偷了他们的秘方。开始针对李斌这些言论，我一直没有答复，可李斌却得寸进尺，态度越发的嚣张，公开朝着我喊话。陈闯，你要是个男人你就出来回答，你要不是男人，这辈子当太监，当缩头乌龟。他的这些言论很快掀起了一些风波，让不少不知情的吃瓜群众都跑到我账号下评论。老板，你倒是给个交代，事情是不是他说的那样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你这做人就出问题了。我们都希望你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样类似的评论不断的出现，甚至有的私人还骂我，都是一些不堪入目的言论。见到这种情况，我终于没有容忍。关于李斌说的那些话，我都一一驳斥，并且将李斌对我说做的一切全部说了出来。我不是空口胡说，而是讲证据，摆事实。我将所有东西都给贴出来，让大家来评论。至于秘方，我则是让王师傅来评论。王师傅当厨师已经超过20年，他上来直接开大，说李斌那什么狗屁秘方，要是真有秘方，他爸之前开的店还能倒闭吗？我觉得王师傅说的很对，他爸的秘方要是真的味道很不错，之前开的店子怎么可能会倒闭？我们的这一番辩驳，很快让舆论的风向顿时倒向了我们。不愧是我喜欢的火锅店，老板说的有理有据啊，这种店就该倒闭。黑心店，大家联合起来抵制啊！这李斌真是黑心的无良老板啊，简直不是人，竟然这样压榨员工，几十万的账号是别人做起来的，从零和他一起干到10店，结果就5万块钱将别人给打发了。李斌可能也没想到风头会转变得这么快，吓得立即关闭了账号评论。他还不忘记发视频辩解，说我都是污蔑，说我捏造事实，还说要找律师告我。网友们也不是傻子，也不会被他当成枪使，很快让他拿出证据。可李斌却根本拿不出证据来。就这样，李斌的账号活跃的粉丝越来越少，店子的生意听说也越来越差。这天，我电话又响了起来，是李斌打来的。我稍微犹豫了片刻，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陈闯，你他妈的真够阴的，捏造事实，污蔑我。你是开火锅店比不过我，想要通过网上的舆论来毁了我吗？我真是没想到兄弟一场，你竟然这么阴险！你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在捏造事实？我和你之间早就不是兄弟了。你跟着我3年，我亏待过你吗？还这样针对我，你是人吗？说真的，他之前做的那些恶心行为针对我，都没有他说的这番话让我更加气愤。我深吸口气，加大了声音对李斌说道：李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陈广没有任何对不起你李斌的地方。我这话落地，李斌那边顿时失声。我没有管那么多。当初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兄弟，大家一起创业，有钱一块赚，但最后是你赚钱了，我呢？赚到了什么？只赚到了一份辛苦。我熬夜剪视频，想点子，帮你推广，到你嘴里，我什么都不是，都是你自己的功劳。你有把我当兄弟吗？你利润1000万，就给我5万，你担得起兄弟这2个字吗？我义正言辞，一字一句落地有声。李斌那边沉默了半晌。陈闯不对，阿闯，你听我说，既然你说到兄弟2个字，我们之间肯定有误会，你说是不是？不然这样，你将你的火锅店全部关闭，我们重新合作，我给你10%的股份，咱们将公司做大做强，到时候赚到钱了，你要什么有什么。我听着李斌幼稚的言论，只觉得荒唐可笑。我当初放弃高薪工作，陪着他创业，可结果呢？我有什么好结果吗？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诚信，一旦没了诚信，这个人就等于废了。阿闯，咱们兄弟一场，之前的事情好了，都过去了。我打断李斌的话，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，再说下去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。阿丑，我直接按下了挂断键，紧接着将他的电话给拉黑，不再理会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继续经营着火锅店。我开始尝试实行股份制，让火锅店的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股份，每个人年底都能分红。我实施之前，找到了妻子，简单的商量了一番，妻子也给了我提了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，说还是要在2年以上的老员工才能给股份。我觉得妻子说的也有道理，就同意了妻子的做法。我开始筹备这些事情，大概又过了1年，
我的火锅店已经从最开始的2家开到了第5家，我没有盲目扩张，从头到尾都是稳打稳扎，生怕出了什么篓子。我不像有的人贷款扩张，最后资金链一旦出了问题，满盘皆输。我记得雷总说过，他的账上始终会留一笔资金，这笔资金一定要确保员工18个月的工资能够发出来。我虽然比不上雷总18个月的工资，但我账户上始终躺着所有员工半年的工资。我也担心某一天要是出了意外，到时候员工的血汗钱发不出来。我这样做也是有备无患。也是这一天，我刷到了一条新闻，某火锅店涉嫌用过期食品、隔夜食品，食客中毒被送往医院。这条新闻很快就冲上了热搜。我看到新闻上内容，虽然某些地方打了马赛克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是李斌的店子，还是他那个最大的店子。评论区网友第一时间就曝光了这家店子的名字，网友当中神探很多，这家店真够心黑的，居然还没倒闭，之前还污蔑人家陈老板呢，现在呢，终于遭到报应了。这种店谁还去吃，谁傻。诸多的评论全部是讨伐。李斌的火锅店的账号很快又被冲了一波，大家都是去骂人的。终于在这样一场风波当中，李斌的火锅店开始倒闭，从开始倒闭第1家到第2家，不到半年时间倒闭了10家火锅店，最后只剩下他第1家店，也就是我和他从零开始的那家店。不过这家店也没生意，不少都会去店子里骂人，说他黑心老板，他根本都开不下去。再后来，我听说李斌资金链断裂，开始卖车卖房，以往的豪车豪宅都给卖光了。他后面娶的年轻老婆也和他离婚，离他而去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他满盘皆输。不过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这天我忙完之后刚刚收工，老婆带着孩子过来找我。这么晚了，你和孩子还不睡觉吗？这丫头睡不着，说要来找你。我看着不到3岁的女儿上前去，就将女儿给抱在怀里。等我意识到我浑身火锅味的时候，我说道：丫头，去你妈妈那边去，爸爸身上味道大。我不嫌弃爸爸，爸爸身上味道最香了，我最喜欢了。听着女儿的言论，我忍不住开怀大笑。我觉得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正当我和女儿斗玩的时候，妻子却忽然给了我一个眼神，她朝着一边瞥去，我顺着妻子的目光就落到了一个人身上。这个人此刻的模样失魂落魄，胡子拉碴，看着就像是乞丐一般，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他来了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李斌。丫头，去你妈妈那。我不去。妞妞听话，你爸爸有事要做。我朝着李斌走了过去。我来到了近前，发现李斌显得更加狼狈。来了，阿强，我对不起你。别说这些，都已经过去了。阿丑，我对不起你情侣，都怪我，不然我不会走到这一步的。那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我绝对不会辜负你，我们一起干吧。我有秘方，你给我投资，加上你的运营，我迟早东山再起，到时候我可以给你分钱，可以给你更多的股份。闯哥，求你了，别这样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帮帮我，最后一次。他声音越说越激动，可在我听来却毫无意义。李斌，咱们之间兄弟情谊早就断了，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一别两宽吧。我说着话不再理会他，转身朝着我的妻子和女儿走去。爸爸，那人是谁啊？不认识，不相干的人。我一手抱着女儿，一只手牵着老婆，朝着火锅店里进去。我知道未来属于我们的生活一定是美好和幸福的。